你也曾为了赚取生活费必须半工半读吗？而蒙针对15至17岁的青少年调查，有打工经验的青少年占34%，其中17岁青少年中每5位就有2位曾有过打工经验，甚至有1/7在15岁前就偷偷打工。而在这群打工的青少年中，有超过30%是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。在课业与生活的夹缝中，他们扛起沉重的责任，用微薄的薪水贴补家用。迫于生活压力，他们选择放学不回家。我空闲的时候通常会去逛街，但就是走走看看，不一定会买东西，因为经济压力也是蛮大的。为了赚学费，最高纪录是一次打3份工，一个礼拜大概会工作到40个小时。会想要拿奖学金，所以除了打工以外，还是会疯狂念书。但是时间就是会被压缩的剩很少，一天大概只能睡2-3个小时，每天都会很累，然后精神也会很不好，但好像也没有其他办法。小鱼的父母因病无法在身边照顾他，因此他不得不独自承担生活重担。从14岁起，他便开始打工，高中、大学一路兼职。根据调查，虽然有近70%青少年认为打工有助于提早经济独立并学习技能，但同时也有2/3的人表示，打工会压缩睡眠时间，更有1/3坦言会影响到课业表现。在这条早熟的路上，他们学着坚强，却也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量。我通常会选择不要太累的工作，就是不要出重活，才可以保留体力跟精神。不会特别羡慕说同龄人都可以出去玩，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咖啡厅上班，然后常常看到来的客人就都是学生啊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咖啡厅很安然的度过一个下午，好好念书，心里就会觉得很羡慕。根据调查，仅有35%的青少年在打工时有签订劳务契约，近半数的青少年在打工时没有签约，还有近2%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签约。而在所有打工的青少年中，仅有1半的人获得协助办理劳健保。在这样模糊的保障与不对等的环境里，他们为了生活努力打拼，却不一定能拥有应得的权益与安全感。就是会希望在家空闲时间也可以多做一点，所以就有在社群网络上面找那种家庭代工的工作，然后可是他们有的都会要求你要先汇款付一笔材料费，然后就跟我说那些都是诈骗。我有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，然后那边的经理就是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刻意接触，有点骚扰的感觉。然后最常遇到就是他会跟你说你要先来做几天试用期，但是那个试用期他不会给你薪水，甚至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要继续做这份工作，但是他会要求你要把制服买断，就是还要付他一笔钱。可能以前会觉得人都是善良的，但是打工后就觉得世界上还是蛮多坏人，然后也是很容易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小鱼的经历并不是个案，根据统计，有1/6的学生遇过权益受损经验，其中3/5表示曾遇到加班却没有加班费的情况，近2%曾遭遇拖欠工资或乱扣薪水。另外，有5.6%的青少年表示曾被霸凌或性骚扰。有着丰富打工经验的小鱼想对大家说：以前就是会比较害怕惹事，就会想说犹豫要不要把事情说出来，然后大部分都是默默的隐忍掉。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敢为自己发声，我变得比较勇敢。想要对那些努力打拼的年轻人说，不要觉得自己是打工仔，就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阶层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比较卑微。因为当你在职场受到委屈的话，还是要去争取跟捍卫自己的权益。这天，小鱼写了一封信给爸妈，告诉他们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心路历程。
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其实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，真诚的对你们说声谢谢。爸爸，虽然你慢慢遗忘了许多事情，也越来越无法像从前那样表达自己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得我是你的孩子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已经不再是个孩子，我能够好好照顾自己。虽然你离开的话，我会很舍不得你，但我更舍不得你插满管子，辛苦的活着。你的存在和曾经给我的回忆，是我最踏实的依靠。妈妈，我知道你常常要与思绪里混乱对抗，那是一场你独自奋战的战争。但在这样的生命里，你依然给了我你的全部。其实我很害怕回家，因为我不用说，你就能知道我过得不好。你总是在道歉，总是觉得自己是我的负担。可是没有你和爸爸，我早已死了无数次。你们不是我的负担，是我活下去的理由。有时候别人不明白我们的家庭，甚至对我们有异样的眼光，但这些从来不曾让我退缩。是你们的爱让我坚强，是你们的存在让我学会了勇敢、温柔和感恩。谢谢你们陪我长大，撑起我的世界。谢谢你们让我明白，即使生命不完美，爱却可以很完整。我永远爱你们，你们的孩子敬上。每一个放学不回家的身影，都可能正为生活奔波着。除了努力，他们更需要安全的环境、清楚的劳权知识，还有一个愿意倾听、支持的社会，为他们铺好更稳妥的路，让青春不再是辛苦的代名词，而是成长的养分、梦想的起点。